今年28岁，出生在陕西秦巴一带的山区。就他这人吧，特别倒霉，3天2头丢钱丢手机，这些还是轻的，几乎每一年他都会因为各种意外进几次的医院。很多人就说这就是因为他长期替人哭坟导致的，就劝他别干这个了。他不听，继续替人哭坟。这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巧合，他越哭呢就越倒霉。2011年，他老家那山区里就发生一起极其血腥的灭门惨案，他就接了这活，替那些连内脏都被人掏出来的一家4口哭坟，到最后把自己弄得有点精神不正常了。咱给他取个化名叫邱振兴吧。就那年夏天，他还差2个月才满18岁呢。哭坟队接到临县的一个单子，替曹某一家4口哭坟。这哭坟队一听这活跟曹家有关系，立马就拒绝了。原因很简单，这一家4口死的实在是太惨了，谁都不愿意跟命案搭边。有的说这曹家是因为反抗入室抢劫的歹徒被灭了口，也有的说曹某得罪道上大哥了，被报复了，还有的说曹家一家是死在变态杀人狂的手里。可是不管哪个版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曹某、曹某的女儿、曹某的女婿，还有曹某那刚满100天的孙子，死了之后呢，都是被开膛破肚，场面触目惊心。就说邱振兴啊，也不想接这个活，那为啥最后接了呢？原因就是他妈前些天上山砍柴，被蛇给咬了。这蛇可是有毒啊，他妈被送到县卫生所抢救，好不容易这才捡回一条命来，后续那治疗和恢复得用1万多块钱。邱振兴家里很穷，但是凑一凑，1万块原本还是能凑出来的。可是先前不是说了，这邱振兴一直倒霉吗？这他爸把他妈送到医院之后，上山去捡他妈劈完的柴火，结果也被蛇咬了。得1万块钱的治疗费一下子变成2万。这至于是不是同一条蛇咬的，那咱就不知道了。到最后，邱振兴没听哭坟队其他人的劝阻，就接了这个死活。结果当天到场时，邱振兴傻眼了，这送葬的队伍人特别少，就连上他在内一共就5个人。大家都知道这曹某是包工程的，日子过得挺滋润的，他那家里啊算是秦巴一带山区里率先富起来的家庭。那甭说别的，从他招了上门女婿这就能看出来。曹某有不少的远亲，听说都早早的去沿海发展，生活过得还不错。照理说呢，曹某死了，来送葬的亲属那应该不少啊。结果这一问，好家伙，除了邱振兴，剩下的4个也都是接了私活，从临县过来哭坟的。那是一个曹家的亲属都没有，都怕遭到仇家的牵连。给这曹家一家组织葬礼的是曹某的哥哥。就有小道消息说呀，曹某这哥哥原本在上海，警方联系到他，讲述案情之后，他原本是不敢回来，可是曹某死得突然，没立遗嘱。大家知道呀，第1顺位的继承人是父母、配偶、子女，第2顺位的继承人是兄弟姐妹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。在被继承人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，由第1顺位的继承人继承遗产。要是没有第1顺位的继承人，就由第2顺位的继承人继承。这曹某的父母和老婆早就死了，女儿又死在这起案子中，所以曹某唯一的哥哥可以继承曹某的财产。最终，曹某的哥哥还是回来了，
还从上海带了好几个的保镖。这兴许是想拿遗产时心安理得一点。曹某这哥哥觉得还是得给人家一家4口好好的下葬，于是四处的找哭坟的队伍。结果呢，最后就来了5个人。送葬这一天，曹某那哥哥根本就没露面，就连遗体也是这5个哭坟人从县医院里接过来的。5个人，每人的酬劳是5000块钱，干的活听着很简单，就是把遗体送到火葬场火化，最后把骨灰瓶埋到曹家的家族坟中。这大家也许认为，职业哭坟人只要在死者下葬时撕心裂肺的哭一场，就可以拿钱走人了。可是实际上，他们在哭坟的过程中是挺有讲究的。咱就说呀，这什么样的人会请人哭坟呢？一般有2种。一种是在外地工作的子女和亲属，在祭祖的日子赶不回来扫墓，就会请2、3个哭坟人去亲人的坟头清扫。智能手机普及之后呢，哭坟人扫完墓了，哭完坟之后，会把事先录好的视频发给雇主，证明自个儿这完工了。大家上网搜一搜啊，应该就能搜到相关的视频。另一种情况就是死者的亲朋好友太少，送葬的人2、2、3、3的排不成一支队伍，实在是拿不出手。这时哭坟队就出场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咱们中国人对白事儿特别重视，各地的风俗都不一样，但是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这送葬的人是越多越好，场面也是越热闹越好。在简化白事的倡议出台之前，很多地方还会请和尚或者道士操办上好几天，才把遗体下葬。那说句不好听的，没等到遗体发臭了，那都入不了土。哭坟人在哭坟的过程中特别的谨慎，他们不仅得披麻戴孝，而且除了得哭呢，还得唱起来。没错，就是唱歌，跑调的还不行。大家应该都参加过葬礼啊，注意过这送葬队伍里有吹唢呐、打鼓的乐队，他们也是哭丧文化的一种。到今天了，哭丧文化逐渐的弱化消失，只有偏远地区还保留着完整的。在古时候，逝者出殡时，逝者的后代必须得一边哭一边唱。这哭可以理解，那唱什么呢？唱自己这哀思，唱逝者的生平。就说中国这哭丧文化主要是起源于儒家文化，讲究以哭来寄托对亲人去世的哀思，以唱纪念长辈的生平。这合起来就是唱哭，不哭不唱这不行，会被视为不孝。哭的或者唱的声音太小也不行，就怕这逝者在黄泉路上听不着。这个邱振兴呢，虽说是只有初中的学历，早早的就给人哭丧赚钱去了。他年纪轻轻的精力足，嗓子也好，哭得真挚，唱得热烈，算是家里最主要的劳动力了。这都替人哭坟好几年了，也积攒着不少的经验。可是当他跟另外4个哭坟人把那遗体从县卫生院里接出来之后，呵，这一下子有点懵了。这是一个亲属都不在呀，他们几个这就算是给死者出殡了。有一个年纪大点的哭坟人就说了，哎呦，这火葬场那边都安排好了，就说咱只要把遗体送过去，有人交接呢，火化之后正式出殡送去墓地。那这出殡前的仪式怎么办啊？就是按照习俗呀，出殡前一般是有一些个仪式的，比如点烛，就是请德高望重的人用朱砂笔往这牌位上点上一笔。又比如出灵，就是说啊，死者长子身背棺木，众人协助把这棺木移出灵棚。这时有人回答，哎呀，别那么讲究了，
人家都不在乎，咱管那么多干啥？邱振兴一看这棺木里4具遗体，心里还是觉得不安。这是他第一次没有按照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办事儿。这4具遗体都躺在从卫生院租来的担架上，盖着白布。当时4具遗体的解剖验尸工作都已经结束了，该缝的也缝了，经过美容处理，所以看上去也不可怕。唯一让邱振兴觉得骇心动怒的是那个未满100天的孩子的尸体。就这孩子的尸体实在太小，被盖在白布下，连头都没露出来。5个人把4具尸体扛上灵车，从车门关上那一瞬间开始，后边这过程就极其的不顺利。这一度被邱振兴归咎为4名死者不甘心就这么草草的入葬。当时邱振兴也是没想到，他会卷入这门灭门案当中。来接遗体的灵车就是这火葬场派来的，钱都付过了，其实就是一辆拆了大部分座位的大巴车。5个哭坟人坐在仅剩的几个座位上，4具摆放遗体的担架就放在地上。司机一边开车一边还忍不住的回头看。4具遗体中，曹某的女儿和女婿都露着头，双目紧闭，脸颊凹陷，脖子以下的部分被白布遮挡，看上去跟邱振兴看过的其他遗体没有太大的区别。可是邱振兴盯得久了，又依稀的觉得这3人的表情非常的不安详。邱振兴忍不住把目光挪向那3具遗体的腹部，虽说这腹部被白布遮挡，白布下面还有3具遗体身着的寿衣，可是他还是忍不住就脑补出一个画面，这3个人的肚子都被破开了，里面的肠子都硬生生的被拉出来。邱振兴盯得入神，司机踩了一个急刹车，这孩子的遗体就被惯性抛了出去。他急忙伸手去接，就这么着啊，把这孩子抱在怀里。呵，这邱振兴是永远忘不了这一幕。他事后就跟别人说呀，这孩子太轻了，几乎就没有重量。当然，警方发布的案情通报里也明确的说了，说这孩子的内脏都被掏空了，而且他仔细的看了一下，这孩子的脑袋都变形了，后脑的部分塌陷，头皮上缝着很多的针。车子接着开，这没多久啊，就停了下来。据说是前面发生车祸了，临时封了路，只能小车通行，这大巴车就开不进去了。几个哭坟人都骂骂咧咧的，不是今儿这事儿怎么这么倒霉啊？他们就下了车，只能跟这司机一块抬着担架步行去火葬场。一共6个人，每2人抬一个担架，孩子遗体小就被放在妈妈身边了。步行路程一共2公里，天气阴沉，这眼瞅着就要下大雨。邱振兴当时心里是特别的不安稳，总觉得还会有事儿发生。果不其然，一个戴着斗笠的中年挑夫经过他们身边，那一不小心呢，踩到一滩的积水，滑倒了，这一下就扑向担架。这几个哭坟人手疾眼快，赶忙躲到一边，这才避免遗体被冒犯。就本来说呢，这就是一个小插曲，可是挑夫刚从地上爬起来，这时不知道从哪儿窜出4、5个人，又把挑夫按在地上。这为首的一个看见大家都给吓了一大跳啊，立刻出示自己的证件。原来这几个是便衣民警。这几个民警啊，就告诉邱振兴几人，说他们根据灭门案里的线索，凶手会在曹家4口入葬的当天继续作案，破坏遗体，所以呢，一直在暗中跟随。这时这挑夫一听，立马大喊冤枉，但是还是被民警带回去了。司机和哭坟人都心有余悸，
在为首民警的护送下，把这担架抬进火葬场。4具遗体都被分别推进火化炉，邱振兴在火化炉旁边候着，坐立难安呢。2小时之后，4具遗体火化完成，被装在骨灰瓶里。他再去找其余4个哭坟人时，却找不到了。邱振兴就问这火葬场打听，这才知道那4个哭坟人因为民警说的话害怕了，这就决定不挣这钱了，跑了。这下就剩下邱振兴自个儿，看着4个骨灰瓶，非常的无奈，最终决定一个人动手完成剩下的入葬仪式。他就找火葬场借了一辆小推车，把4个骨灰瓶全放上去，就推出火葬场时，突然看见远处的树荫下正站着一个男人。男人看上去30岁左右，目光凶狠，直勾勾地盯着推车上的4个骨灰瓶，那手里边还拿着一柄锤子。说到这儿啊，咱先详细的说一说这个灭门案的过程。2011年，曹某50岁，刚办完半百寿宴，不久双喜临门，他那女儿给曹家生了一个男孙。尽管女婿是倒插门，但是外人看来，曹家的家庭关系还是十分的融洽，毕竟有钱，住着带院子的大房子。这院子里边停着3辆车，一辆是宝马7系，一辆是奔驰 S 级，还有一辆那别人都不知道是什么车。你说这么富有，那家庭关系能不融洽吗？这个曹某是包工程的，在相邻的几个县市开山的工程几乎都是他干的。案发当时正值深夜，下着大暴雨，电闪雷鸣，没有人听见呼救声和惨叫声。警方就推测凶手是故意趁着打雷作案。这当天夜里，一个冒雨回家的人经过曹家，就看见这院子门打开着，锁被砸坏了，地上还有一大块石头，他就觉得这不对劲，于是报了警。警车鸣笛赶到，正好有一个穿着雨衣的人和人民警察擦身而过。不过当时民警还不知道这发生这么一场惨烈的凶案，也不够警觉，也没去追那人。后来才推测，穿着雨衣的那人可能就是凶手。民警进入院子之后，发现这宅子的门也被破开，这屋子里边漆黑一片，但是散发着浓烈的血腥味。开灯之后，在场的民警全都愣住了。这客厅里躺着一具血淋淋的男尸。这个男尸呢，就是曹某的女婿，上半身没穿衣服，胸膛到肚子的位置都被人剖开，肚子里的所有器官都被扯出来，随意的丢在一旁，恰好就盖住落在地上的奶瓶。再往上走，2层楼梯口还有一具男尸，正是曹某。曹某这尸体跟他女婿的尸体高度一致，也是被人掏空腹葬。最触目惊心的场面是曹某女儿和他孩子的死，这母女俩的尸体都躺在床上，这床上全是血迹和被掏出来的肠子。那谁能想到凶手竟然如此的丧心病狂，就连一个那么小的孩子都不放过。案子发生以后，省厅抽调警力和数名专家来指导县刑侦大队侦办案件。这4名死者都是被斧头砍中胸部致死，只不过死后又被开了膛。致死的伤口没有那么容易通过肉眼判断。根据案发现场，发现多枚凶手遗留的鞋印，根据鞋印的位置和方向，警方就推测出凶手进入曹家之后的行动轨迹。凶手破门而入时，恰巧就碰见1楼大厅里的曹家女婿，从而实施杀害。通过落在地上的奶瓶可以推测，当时曹家女婿正在喂孩子温母乳。
曹某听见动静，出房门查看，就被上楼的凶手撞个正着，也被杀害。紧接着，凶手进入曹某女儿房间，将还在熟睡的曹某女儿以及孙子杀害。这就是凶手杀人的过程。可是有意思的是，根据遗留在现场的鞋印判断，这凶手来来回回了好几次。杀人时从1楼上至2楼，开膛时则是倒回去，从2楼到1楼，掏完内脏，凶手又从1楼去了2楼，最后凶手又从2楼下往1楼，逃离现场。就说这凶手从1楼到2楼一路的杀人，最后再返回去开膛，这倒可以理解，毕竟开膛需要不少时间，为了防止意外，需要先把人都给杀了，才能万无一失的操作。可是凶手从2楼到1楼依次给曹某女儿、曹某孙子、曹某女婿开完膛之后，那为什么又折返到2层，最后才离开现场？正在警方百思不得其解时，有人注意到曹某孙子塌陷的脑部伤口。凶手作案的手段简单粗暴，直接就用斧头砍4名死者的胸口，除了曹某的孙子之外，其余人的头部都没有受伤。省厅特意调来几名经验丰富的法医，通过生活反应检测，认定曹某孙子的脑部伤是被钝器砸开的，这是个死后伤，而且是死了至少20分钟以后才产生的。负责工具痕迹检验的民警和法医则是共同认定，将曹某孙子的脑部敲得塌陷的钝器也是斧头，只不过是斧头的背部而已。这下凶手的行动轨迹就更加的明朗：1楼到2楼杀人，2楼到1楼开膛，1楼折回2楼，这是为了敲击曹某孙子的头部，2楼再回到1楼逃跑。先不谈凶手为什么要敲曹某孙子脑袋，让众人更加费解的是，如果凶手要敲曹某孙子的脑部，那他在给曹某孙子开膛时就可以一并解决。可是为什么要等到去1层把曹某女婿开膛之后再折返回去呢？要知道，在案发现场停留的越久，被人发现的可能性就越大，凶手根本就犯不着来来去去的，增加自己暴露的风险。最终，警方研讨出一种可能，这个凶手实在是太恨曹某一家，可能尤其恨那个孩子，所以在给所有的尸体开完膛之后，觉得并不解恨，临时起意又跑回2楼，准备把孩子的脑袋也敲开。警方整理报案人报案的时间、死人遇害的时间以及警方出警的时间，发现这种可能性非常大，从而进一步判断，凶手刚往孩子脑袋上敲了一下，听到警笛声，这就罢手逃离现场，否则他很可能会把孩子的脑袋敲得稀巴烂，也有可能再一次依次把其他的3具尸体的脑袋也给敲烂。就说这凶手的作案过程太过血腥，明显带着强烈的主观恨意，因此警方判断这一次灭门案的原因极有可能是仇杀。这样推断呢，还有另外一个因素，在曹某家中没有任何的财物丢失，可以排除入室抢劫转化成杀人灭口的可能性。也正是凶手在作案时表现出的浓烈恨意，警方才在曹家4口下葬的当天，派便衣民警悄悄地跟着邱振兴等人。毕竟凶手太恨曹家4口了，原本打算把尸体脑袋敲烂的计划也被打断。谁都不知道这样变态的杀人狂会不会再找机会对着尸体下手。警方在案发现场提取到多枚带血的指纹，可惜的是，提取到的大部分指纹都是残缺的，没有办法从数据库筛查比对。
道士爷取到2枚完整的指纹，不过那是小指的，在那时办身份证时是不需要录入小指指纹的，而且凶手显然没有前科，在公安的数据系统里也没有匹配到相应的小指指纹。下葬当天，便衣民警抓到的那个条幅，通过小指指纹的对比也被排除嫌疑。当时警方已经花了整整1个星期的时间调查曹家一家4口的人际关系。首先是曹某，曹某性格敦厚，跟邻里的关系都比较和谐，还经常主动地帮扶经济困难的乡邻，在大家眼中是个大好人，没有跟人结仇。曹某年轻时因为流氓罪被关过几年，不过大家知道，这以前的流氓罪是特定时期的产物，有很多行为放到今天就再正常不过了。警方调查曹某的人品，认为他跟人结仇的可能性不大。其次是曹某的女婿，这小伙子20出头，家里穷，高中毕业，打算去沿海城市找工作发展，后来经人介绍被曹某看中，招上门当了上门女婿。小伙子人际关系简单，性格特别好，这也是曹某看中他的原因。警方通过调查也没有发现他跟人结仇。曹某这孙子那么小，根本就没有调查的必要。最后是曹某的女儿，小姑娘也是20出头，是个大学生，大学是在浙江上的，毕业之后回到老家，很快在曹某的安排下结婚生子。她性格温柔，毕竟受过高等教育，对待邻里的态度也是非常有礼貌，而且她非常听话，几乎可以说对曹某言听计从。警方没有在当地查到他跟人结仇，但是由于他在外地上过大学，所以警方给浙江警方发了协查函，跨省调查，需要一点时间，直到曹家4口入葬的当天，浙江警方才终于传回调查结果。这一查呢，果真就查出点什么。警方到曹某女儿大学咨询辅导员，又联系到他以前的同学，就发现小姑娘在大学时期有过一段的恋情。跟小姑娘谈恋爱的是她大学的同学张某，大学上了4年，这恋爱呀也谈了4年，俩人是在临近毕业前分手的。据说两人分手那是有理由的，是曹某想找一个上门女婿，可是张某的家庭也挺富裕，不可能会同意。这小姑娘又特别听曹某的话，所以就提出分手。两人分手时还闹出特别大的动静，有是吵架，有是摔东西的。浙江警方尝试联系过张某，没能联系上，于是又赶紧联系张某的家人，结果他的亲属也不知道张某在哪儿。最后警方通过手机定位，就查到这张某正在秦巴一带。至此，当地警方终于锁定本案最重大的犯罪嫌疑人，立刻想办法找人。话说这邱振兴在火葬场门口看着的那个举着锤子的人正是张某。邱振兴看到张某时吓得一个激灵，但是张某很快转身走了。邱振兴后来说，他当时也是有点怂，不过当他看到推车上4个骨灰瓶时，还是觉得呀，他既然接这活了，必须得让这逝者入土为安。于是他就带着4个骨灰瓶去了曹家的家族坟墓。曹某的哥哥已经让人把坟墓开了孔，这个邱振兴只需要把骨灰瓶放进去，然后再用早已准备好的水泥把墓穴封孔，就可以完成任务。可是他特别的轴，依然觉得自己这得完成哭坟的所有程序。邱振兴把4个骨灰瓶小心地放在地上，从背包里取出衣服，披上麻，带上笑，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先是哭了一场，把这曹家一家4口的生平给唱了一遍。骨灰瓶入墓，肯定那不能一块放进去，需要按照辈分。于是邱振兴又给曹某唱了个入墓经。
先把曹某的骨灰瓶放进墓穴，紧接着他又给曹某女儿和曹某女婿唱了一遍经，把这2人也送进坟中。最后他为曹某的孙子唱了超度经。就是说呀，这曹某的孙子确实太小。邱振兴听祖辈的讲过，这婴儿的怨念是所有逝者中最深的，如果不好好的下葬，很有可能会使亡魂无法安息，徘徊在人间里。所以他在给曹某的孙子哭坟时显得格外的谨慎，一点儿都不敢马虎。终于折腾了近2个小时，邱振兴这嗓子都哑了，终于把4个骨灰瓶全部放在坟墓中。就在邱振兴准备给墓穴封口时，那突然就被吓了一大跳。他看见地上的影子，在他的背后不知什么时候站了一个人。邱振兴刚一回头，这就被敲晕了。等他再醒过来，就发现自己躺在山里的一间破草屋里。天已经黑了，外面下着暴雨，空气很闷，全是烟味儿。张某手里拿着锤子，坐在一旁抽烟。邱振兴惊恐地腾起身子，张某晃晃手中的锤子，让他坐下。他只好乖乖地重新坐好。张某问：多少钱啊？邱振兴结结巴巴地回答：什么？张某有点不耐烦，把烟头扔到一边。我问你拿了多少钱啊？替人哭坟啊？邱振兴害怕的几乎要哭出来。不是，我就是拿钱办事儿的，我跟这曹家没啥关系。嘿呦，这问你点事儿，回答这么费劲儿啊！这张某啊，索性不问了，直勾勾的躺下。邱振兴原本想趁机逃跑，可是看见张某还紧紧的攥着锤子，还是打消逃跑的念头。你生怕自己会惹恼张某，落得个被开膛破肚的下场。邱振兴后来回忆，那天晚上他们2人就在破草屋里闷了一夜，什么话都没说。那邱振兴也不敢睡着，坐得全身僵直，胡思乱想之际，竟然还想到这墓穴的孔还没封上呢。第2天天亮了，张某对着邱振兴说：我这想了一个晚上。想什么？想要怎么处理你。张某站起来，掂着手里的锤子。你看见我了，肯定会去报警。这邱振兴赶紧跪地求饶：不是，我不报警。真的？邱振兴竖起3根手指：我发誓，我绝对不敢报警。当时邱振兴几乎已经绝望，他也没想到这张某居然真的放过他了。张某拿着锤子离开这个破草屋，邱振兴在破草屋里木讷了很久，耳边全是张某留下的那句话：如果你报警了，我以后做鬼都会跟着你，跟一辈子不会放过你的。邱振兴反应过来，第一时间就跑到派出所。他经过激烈而且反复的思想斗争，还是决定报警。毕竟这是一场骇人听闻的灭门惨案，凶手是穷凶极恶。那不说是为曹家4口伸冤，只说倘若张某没被抓住，那见过张某的他就会有危险。邱振兴去报警时，警方根据浙江警方传来的调查结果，已经锁定张某的犯罪嫌疑，正在4处的实施抓捕。有了邱振兴提供的线索，警方又增派不少的警力，以那间茅屋为中心，向着周围扩散找人。这个邱振兴呢，也是因为害怕，也不敢再出门。
当地警方就考虑得特别周全，还抽调了2个便衣警察去他的家里保护他的安全。2天之后，张某被抓。邱振兴一直提着气儿呢，终于喘出来。他联系了曹某的哥哥，拿了哭坟的酬劳。曹某的哥哥听说他帮警方抓住张某，一开心额外的又给了他2万块钱。他爸跟他妈都还在医院里，正等着用钱，所以他也没推辞。当天下午，邱振兴给他爸妈缴完医药费之后，这就想起来还没来得及封孔的墓穴。他合计这拿了人家这么多钱，还是得把这剩下的活干完。于是他扛了一袋水泥，就去到曹家的家族坟墓。这邱振兴没想到墓穴的孔已经被封上了，而且那水泥早就干了，显然不是刚封的。他苦思冥想，突然想到张某，他被敲晕之后，封墓穴的只可能是张某。但是他旋即又摇头，认为这没道理呀，毕竟张某没把骨灰瓶挖出来打碎就不错了。他又想到曹某的哥哥，毕竟张某都已经被抓了，不会再有危险，那曹某的哥哥回来看弟弟一家，顺道给墓穴封口，这也正常。邱振兴本来认为这事儿到这儿就结束了，但几天之后，曹某的哥哥召集亲朋好友，为曹母补办悼念会时就又出了事儿了。这一次曹某的哥哥也请了哭坟队，邱振兴作为队员也去了。众人到达曹家的家族坟墓时，居然发现这墓穴被人给挖开了，4个骨灰瓶全打碎了，那骨灰早就被雨水冲刷得一干二净。邱振兴和曹某的哥哥一攀谈，这才知道当时没有封孔的墓穴，那根本就不是曹某哥哥封的。那么是谁封了墓穴？又是谁把这骨灰瓶挖出来的？曹某哥哥立马报警，这才知道被抓的张某已经被洗刷嫌疑，他的指纹和凶手遗留在作案现场的指纹完全不符。而且张某承认，替邱振兴封了墓穴的人正是他。原来张某在同学群里得知曹某女儿遇害后，立刻赶到这里，是要亲自抓住凶手，替深爱的姑娘报仇。他脑子特别聪明，也猜到警方的推测，认为这凶手的仇恨没有被平息，很可能还会对4具遗体下手，所以在入葬的当天一直就跟着邱振兴等人。可是之后呢，张某被邱振兴看见了，他知道自己很可能被怀疑成凶手，于是前去警告邱振兴不要报警。张某的心愿就是亲手结束凶手的生命，他一旦被捕，很可能就会错过寻找凶手的机会。真凶没有找到，赶来悼念的亲朋好友立刻散了，走的走，跑的跑。不过这一次警方很快就抓到凶手。就说这凶手在挖坟时，在骨灰瓶碎片上留下了完整的指纹。警方通过数据库对比，抓住凶手。丁某，这丁某啊，原本是曹某工程队下的一个工人，因为孕期患了重病，走投无路，挪用工程队的款，事后被曹某发现，曹某把钱都拿了回来，丁某跪地求着曹某救他的孕期。曹某并没有施救，但是也没报警追究丁某的责任。后来丁某的怀孕的妻子死了，一尸两命。丁某没有感念曹某不追究责任的善意，反而把这妻子和孩子的死全都归咎在曹某身上，于是在仇恨的驱使下杀害曹某一家。就说这案子轰动极大，丁某最终没有判死刑，因为通过鉴定他患有间歇性的神经病。反倒是张某在得知丁某没死后自杀了，他留下一封遗书，感慨自己没能为深爱的人报仇。
而这张某的死不瞑目，就是因为邱振兴报警了。这件事后不久，邱振兴就离开陕西，来到沿海城市工作。本来打算换工作的，但是实在没有生计，到最后了还是重操旧业，给人哭坟。说这邱振兴啊，交了不少新朋友，大家都叫他小邱。他经常在做梦时，就梦见张某跟他说他那句话：如果你报警了，我以后做鬼都会跟着你，跟一辈子不会放过你的。这前些年，邱振兴的精神就开始有点不正常，总是疑神疑鬼，总说经常看见一团黑漆漆的人影在跟着他。对了，你们猜这凶手丁某是谁？就是那辆灵车的司机。